大家好，这是山行，也就是东北出差的第7天，影片的下集。那主要就是要把重心放在整个霞城公园的介绍，然后最后回到东京。结束，有兴趣可以看上一部影片。结束上午的行程，那再来呢，就进到霞城公园，就是山形城。那从东大守门进来以后，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骑马的雕像，这个就是对上以往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雕像。整个山形城建成至今已经有600多年，660年多年的历史，是整个东北地区占地最广的城基。那既然来了，我就不会走一般的柏油路，直接就从这边，然后走到城池北面高耸城墙密道走，沿着这边走过来，沿着这个城墙上方窄窄的小路上，探头就能俯瞰下方深邃宽广的护城河。可以想象一下，400年前的战国守军也是站在这个位置，警惕的望着城外，用这个老司机的视角看古城，真的非常有探险的感觉。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看到像刚刚的这种城基的一个古迹这样子的一个城墙。旧城墙，那有的是就是可能是一个小洞，可以让枪或者是弓箭摆在里面，对外面射击的一个小洞。这里又是一个遗址，这上面的路整理过了，是铺得蛮平的，然后有拉绳子，让你比较不会走到外面去。外面的护城河的宽度是蛮惊人的，这个水面也很漂亮。然后走过来这里呢，有一个这个状况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门，城墙，应该说城墙。这个是北门。离开北门以后呢，这一区是一个密林，它是在整个城的西北方，然后这一区继续往下走，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施工的地方。其实这都是考古区，就是呢还在持续的考古，然后希望可以挖出一些遗址。那继续往前走，走到核心位置，中间就是很明显的人造建筑的样子，然后有一定非常标准的一个形状，看得出来以前就是它的这个城池。那这边有一个闸门进来以后呢，这里就是最接近，可以让你最接近本丸正中间的本丸基。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整个本丸是有多巨大。这里就是在战国时代东北的传奇名将对上义光所统治的权力中心。继续往下走，这里的门从这里离开整个城墙区。其实也有一些人在附近运动。那这里有个 AR， 透过那个 AR 可以在你眼睛看到的现场，然后再叠上古代的建筑。那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门，然后过桥出来。这个就是艺文字门。艺文字门非常特别它旁边还有那个就是可以架枪的地方。好，看得出来那个是内里的那个护城河。继续往下走，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建筑，形状非常的特别这个是乡土馆。乡土馆呢，位于整个霞城公园的东南方。进来呢，要换
拖鞋。乡土馆它本来是旧计生馆分馆，这栋楼呢大有来头，它建于1878年，是明治初期日本工匠西方盖出来的拟洋风建筑最高建筑。它以前呢是一间公立的洗衣医院。那1969年呢，政府就大费周章的从市中心整个把建筑移到这里，然后重新复原。那进来参观就会发现它的展品很有趣，它是完整的保留100年前的西医手术刀、100年医学书籍，然后甚至还有医生下雪天出诊用的雪橇、人力车，非常的特别哦。那这边就是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照片。那继续往上走，这里有楼上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它非常经典的、精致的螺旋楼梯，还有天井，然后到楼上这里。2楼也是很多文物，古代的文物，这个保存的状况都非常的好，很值得来看一下。那吸收完满满的近代医学历史养分，那就继续往下走，继续走着，在这个城里面，然后感受当年的整个氛围。那在花季，特别是樱花季的时候，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赏樱花的地点。那准备要离开了。再来，由于要回到车站这边所以我是走南大门、南大守门这里出来。从这个南大守门跨越护城河出城，穿越这座宏伟的城门旧址，宽阔的护城河的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从这里一出城，刚好顺着大马路无缝接轨，直奔下一个目的地，也就是山形车站旁的第1高楼。这个走在这边的街道上真的是很舒服的，人没有很多，然后人行道也设计得很宽。那走没多久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壮观的大楼。那进来以后，它的1楼是一个正在做一个贩卖，正在做一个卖衣服。那左边这里呢，爱台湾，左边这里有很多纸，可以去换代币，然后来这边投。这里山形是全日本少数全县酒造都获得地理标志 GI 认证的清酒厂。那小酌一杯，全程都暖得起来。当然我多了3杯。那搭乘它这个电梯上到楼上。楼上呢是有一个展厅，这个山形县产业科学馆，它就是在介绍山形这边产业的，就是这边的一些产业。那这里是不用收钱的，所以就是其实是蛮适合带小朋友来走走看看。这个产业科学馆，它是在霞城中央大楼的2楼到4楼。我是从最上面开始逛下来。那它很棒，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互动式体验。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绕圈圈的一个楼梯下来。那
它各楼层有包含世界级的企业大集合，从传统到未来，还有产业的时光隧道，也是非常有趣的设计。这边是非常著名的相机。这里是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区域。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山形看起来它是个农业大县，但它其实在精密切割跟高科技电子领域是全日本的隐形冠军，所以其实非常有趣的。那在另外一栋呢，就是它旁边是有一个最高楼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展望，可以从这个最高的地方看到下面整个山形市。那像刚刚看到的就是下城公园的，然后这里对着的这是车站铁轨，运气很不错，刚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夕阳，加上一些雨。那刚刚在上面呢，我是有看到，在车站附近好像有很特别的建筑，那我就随着它的这个连通道走过来。这个非常前卫的一个美学呢，它是山形综合文化艺术的。大家看了一下，好像不是很符合我的风格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加上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回来呢，就到前站，准备要吃点东西。我发现它的就是蓝色那个地方，那个大楼那边是巴士站，那边走回来到车站这一段是它的美食街，我就看有什么可以吃。这里有家烧肉，个人烧肉，然后日式的饭，毕竟山形牛烧肉还是蛮有名的。最后我点了一个这个。就是这是烧肉餐厅，但是我没有点烧肉。那就回来到这个车站的土特产区。那再来到土特产区，当然简单看看。但是我跟大家推荐一定要买这个。这个对我们来说，对台湾人来说，一看就绿色的小波块，中不中？那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就是做盒装的草红豆粒馅柚饼，非常的有趣。它其实是模仿丹顶鹤展开双翼飞翔的姿势。那相传1000年前，日本女将板上田村麻吕曾经被2只丹顶鹤救活，后人为了传达吉祥，还有展示高飞的福气，才把糯米饼皮中间捏出3个尖角。虽然它是一种柚米，但是东北版本完全没有柚子成分，而是用山形的米还有酱油做成糯米皮，再加上艾草，让它Q 弹有劲，最后再加上红豆馅，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小锅块。那就是为我今天的这个山形旅游画上一个句号。再来呢，就要搭新干线回到东京。山形站，刚刚好，这个是一个启用典礼，才刚启用，这一年才刚启用的新干线。车来了，非常的新，也非常的，它的颜色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它这个颜色，它也不是纯白。然后上车。下一站呢，要直达东京，很快就到东京了。那到东京车站，自然我要回去报纸很方便，就转车到新宿，然后再到八王子，然后大泽这样子。那整个2024年10月的这个东北之行就在这边画下句号。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，那也敬请大家期待之后的系列，谢谢。